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北约告知乌克兰有不可改善的5大失败因素时，泽连斯基不寒而栗。泽连斯基一次又一次地推迟他神话般的反攻，不断想出新的借口，要么说缺乏坦克，要么说装甲旅尚未组建和部署，要么说缺乏先进的战斗机等等。事实上，泽连斯基的反攻注定要失败。乌克兰司令部和北约仍然没有连贯的战略，以前的行动证明他们无法长期计划行动。美国和英国专家综合分析认为，乌克兰有5大失败因素，绝对不可能取得反攻胜利。第一，缺乏大量的专业军官和士官。尽管西方武器大量涌入，但乌克兰部队训练水平极不平衡，动员人员的训练时间紧迫，具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军官、士官几乎被打光。同时，乌克兰动员的补充部队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新的现代装备，缺乏应有的训练和应有的作战能力。第二，乌军缺乏自己的战术及火力优势。乌军试图将北约那种主动权转移到基层的做法，与苏联时期的集中指挥风格结合起来，但没有成功。乌军试图复制俄罗斯的战术，专注于炮火密度。然而，俄军高峰期一天5到6万发炮弹，甚至更多，而乌军严重缺乏火炮与炮弹，每天能打几千发就很不错了。没有炮火优势，也没有制空权，那就等于被动挨打。第三，制空权和补给线的严重弱项。北约习惯于以强打弱，同明显很弱的对手作战，无论是在科索沃、伊拉克，还是在利比亚、阿富汗，北约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安全的后勤运输线，但在乌克兰这是不可能的。乌军没有制空权，所有线路和补给站都在俄罗斯的火力控制之下。俄罗斯拥有大量炸弹储备，还有锆石、匕首、口径、伊斯坎德尔等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其他类型的导弹以及巡飞弹药用于联合打击。第四，缺乏独立的情报能力。乌军几乎完全依赖于北约传输的情报，自己基本就没有战略情报能力。与此同时，俄罗斯已经学会了成功的与西方情报打交道，对基辅的导弹袭击增加，表明俄罗斯正在成功的收集战场数据。此外，俄罗斯黑客轻松入侵乌克兰的智能摄像机，访问基辅和其他城市的监控在线图像。乌克兰武装部队没有想出任何方法来对抗俄罗斯的电子情报，这导致乌克兰安全秘书丹尼洛夫甚至要求完全关闭乌克兰的所有城市监控摄像机。第五，低估俄军实力。俄军在战后3个月左右给了全世界一样的误解，普遍认为俄军缺乏足够的战斗力，俄军神话被打破。但结果令北约和乌克兰想不到，俄军的韧性极其强大。北约及乌军不仅低估了俄军的进攻能力，还低估了俄军的防御能力，更低估了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最后，当北约方面醒悟过来，最终设法将这些看法传达给泽连斯基以后，他才不寒而栗。于是，泽连斯基宣扬了半年的春季大反攻，入夏了都还没有发起，这就是内幕。接下来战局又会怎样发展呢？其实很简单，只有北约国家通过援助，能让乌克兰的综合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接近或者大于俄罗斯，乌克兰才有取胜的希望。但这可能吗？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